我的婚姻價值觀導致我現在都無法結婚，包括我和我離過婚的朋友去講這件事的時候，他們也高度認可我對於婚姻的一種理解。你像俗話說得好就是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但是如果說錯誤的婚姻，他付出的代價可不僅僅是就是男女之間他双方短短幾年的光陰就可以过去了，他过不去。人要是选錯了，就是你的另一半，无論男女，那麼你后半輩子的余生，你走的每一步可能都是錯的。那今天咱不争不搶咱就去講講這件事。我單純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這個觀點。就首先要確認的一點就是這件事包括婚姻的價值觀這件事，它沒有絕对的对，也沒有絕对的錯，就沒有对錯之分，你怎麼理解它都是对的，它沒有錯這麼一說。那我是怎麼我的评判是什麼呢？我的評判就是你像在婚姻裡面，我就必須要遵守一点，就是把钱放在第一位你可能听着很俗，对吧？当然我说的这個把錢放到第一位，並不是說讓你去鑽進這個錢眼裡去找一些大富豪，或者說讓你去找富婆，它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而是要找一個就是價值觀高度匹配的跟你在一起的這種的合夥人。如果說你想要你的婚姻就是在以後的生活裡面，你的婚姻会過得非常的好，那麼這個婚姻的本質呢，你就可以理解為你兩口子在經營一家就是企業有限公司，那衣食住行柴米油鹽，你會發現這些都是你這個婚姻當中的經營成本，對吧？你會發現大部分的人那些滿腦子都是友情愛情，或者說是那些飲水飽的人，對吧？在婚姻裡面呢，他們過得怎麼樣，对吧？最後呢，大多数都是被一張白紙上面寫着賬單2個字被打回了原形到這兒你可能會說了正所謂夫妻貧賤夫妻百事哀，你甭管這句話在這個原鎮的就是這個詩歌歌頌裡面他對於這個愛情多麼偉大，講得多麼偉大，但是你放到現代的這個語境裡，它就是讓你的婚姻落下一個不幸的婚姻的一個頭號的罪犯，真的是這樣你看你的省吃儉用都是為了給你這個未來的生活的婚姻裡邊的風險去兜底，那他呢揮霍無度，只是為了眼前的這個過度的虛榮。這種的觀念它本質上就是一個不兼容的觀點，你兼容不了，你們婚後花的每一分錢就都會變成一個射向對方的一個子彈，真的是這樣。所以呢，我為什麼說就是我很難結婚呢，也其實就是這個原因，就是當你自身的維度達到一個更高的維度之後你就根本不會單純的考慮對方的長相或者說他的身材怎麼樣，你根本就不會考慮這些。當你見了一個人之後，你會不自主的你就會考察一下打聽一下，問一問另一半有沒有基礎的這個財務防禦的一個意識，有沒有這個關於這個財務方面的知識，就一定要提前就是把錢這件事就說清楚，工資怎麼存存款怎麼弄，对吧？開銷怎麼分父母怎麼養如果連這些就是基礎的這些觀點都談不攏的，你還頭鐵非得要跟對方去結婚的，那你未來大概率沒錯的情況下應該大概率跳的是個火坑那這個財務呢只是其中的我感覺是最小的一部分這個很簡單。其次最重要的是看父母的德行，就是看父母正常的品德和德行，它就是看子女的一个本質，這個你不用犟，真的是這樣。你別信那些鬼話，什麼我會為了你而改變的鬼話，這都是鬼話，這都騙傻子的，怎麼可能啊？誰都為了誰改變不了誰，誰也不會為了對方而改變自己，它不可能。就算有我不能說沒有就算有，它可能也是個神話故事很少很少，幾率不足 0.1%。一個人的就是原始的這種基因和自己活了20多年的一個環境的烙印，對吧？是你幾句這個甜言蜜語是你這個愛情就能夠重寫他的基因和這個原本的性格的嗎？優秀的父母你記住，他不一定會教育出這個優秀的孩子來，但是呢，奇葩的父母大概率會養出一個性格殘缺的孩子。真的是這樣。戀愛的時候呢，就是比誰都會演戲，演的比誰都像，都可以當演員對方會藏起他的獠牙，順着你的脾氣，順着你的性格，對吧？但是原生家庭的這個底色藏不住的，
這個怎麼藏？早晚有一天你会暴露的。你像孔子家語裡面有一句極為透徹的一句话是這樣講的，就是與不善人居，如鮑魚之肆，也就是如入鮑魚之肆，就是久而不聞其臭啊，一語之化也。這麼一句話，意思其實也很好理解，就是原生家庭呢，就像那個鮑魚之肆，他的父母呢，就是和他的相處模式，就是在他的潜意識里边就潛移默化，就是他婚後的一個生活，真的是這樣。如果说你看，如果说他的父親是一个总喜歡用暴躁的脾氣去壓制住自己的家人，那麼他的母親呢，習慣性用抱怨去索取對方的情緒價值，你憑什麼覺得他能夠在這種的生活環境裡邊出淤泥而不染呢？你憑什麼這樣認為呢？婚姻它是兩個家族深度的一個博弈，如果說對方的父母連最基礎的這個人情世故他都拎不清，那你考慮考慮，那這個人未來可能非常大概率他是在你身邊會爆雷的。那麼他一旦爆雷之後呢，你考慮考慮，對吧？那你往後的幾十年、十幾年、幾十年的生活，那掏空自己去填補一個千瘡百孔的一個原生家庭，那麼你呢，你就是最難受的呀，對吧？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絕對不是，就是最重要的，我感覺絕對不要跟一個認知層次極低的人去結婚，去湊一個婚姻。毀掉一個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跟一個認知低的人而且很犟的人去綁定他的一生。這句話大家應該都聽過哈。如果你非常的不信邪，你也沒必要不信邪，因為大部分的前輩已經用血驗證了這件事了。真的，大多數遇到這種事死犟的都是頭破血流。在成年人的世界裡，認知差就是一個所謂的降維打擊，你可以這樣理解。當然我說的這個認知低，它不是說你學歷不夠，文憑不高不會寫字不會讀書，不是這個，這個根本就不叫認知低，這個都不是回事兒。認知低是什麼？認知低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特性。那這個特性來自於什麼？來自於高度自戀且蠢如豬的，就是而且呢還不自知。就這句話，高度自戀卻蠢如豬，而且還不自知。互聯網上有一種說法，這種人叫什麼？叫 NPD 人群，說的就是他們。莊子秋水中我記得曾經說過一句話，就是井蛙不可以魚與海者居於虛也那夏蟲不可以魚與冰者它是捕於食也，也很好理解，非常簡單。就是說你看一個井底之蛙，他理解不了什麼是天空和大海一個夏蟲，小小的蟲子夏蟲，他也不懂什麼叫冰凍3尺的寒冬他不理解。你看認知低的人永遠都覺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光的存在，結果呢行事不介一切，就是不顧一切後果，搞出一堆爛攤子，到最後還讓你收場。其實最常見的一種就是在各位的生活裡面，你身邊肯定有這樣的人，肯定有，跑不了。你看他明明沒有本事，明明不長腦子，但是非要借錢去創業，借錢去投資，借錢去做項目，結果呢你勸他腳踏實地安安穩穩的，他罵你鼠目寸光，最後呢高額的負債比他的樓層都高，吃飯都費勁，混不上一口水喝，到頭來呢還要去埋怨你沒給他支持，你不支持他我怎麼可能會成功呢？從頭到尾你都打壓我，對吧？一直這樣說。那如果說你跟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想想你的這個精神壓力會一點的給你抽乾，就跟那個對吧，一點給你抽乾，你會每天都在為他的愚蠢而擦屁股，你自己過不了你的生活，他呢兩手一攤，覺得全世界都是欠他一樣的，就很欠的一個樣子，真的。但是你們卻忘記了一件事各位，你不是救世主你是救世主嗎？你不是你沒這個義務那既然你不是救世主，那麼收起你自己這個聖母心，你不是救世主，你弄這個聖母心幹嘛？你就要記住這個認知一旦固化掉，這一輩子他都無法改變的，很難改變不了。我再說句難聽的話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及時止損，這撒腿就撤，趕緊撤離，對吧？反正你就記住一句話，就最頂級的伴侶一定是要有自知之明的，這句話非常的重要。什麼叫自知之明？你既然改變一個人是上帝的工作，那麼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冷酷做篩選。我改變不了，但是我可以選擇你千萬不要去奢望去找一個
毫無瑕疵的一個聖人，不存在的，哪有這種人呢？畢竟人性都是趨利避害的，人不為己，天誅之地滅嘛，對吧？你能夠遇見一個清楚自己是几斤几两的人，其實就是祖墳冒青煙燒高香了，祖上積德，真的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嘛，對吧？能遇到這樣的一個人，你就祖墳冒青煙，我認為就你一定要相信哈。就是我相信你們一定肯定也見過那些一门心思當老板、当創業、當大老板，結果呢把褲衩虧的都沒了，這種賭徒就算你沒有見過，你肯定也聽過，身邊肯定有這樣的人。還有那些被理財騙的、忽悠的、傾家蕩產的這些蠢貨，都怪什麼？怪誰？誰都不能怪，怪就怪一點，就是怪就怪他自己不自量力，而且還看不清楚自己，覺得自己是聖人，無所不能，其實就是個蠢豬。對吧？有自知之明的人呢，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其實沒有多大優點，最大的優點就是我能腳踏實地的去做一件事兒。當然你們可以去讀一讀这個曾国藩他是怎麼給自己的子女選嫁的，怎麼娶媳婦的，怎麼對吧？給自己的子女選婚姻的。其實也很簡單，他選擇這個婚姻的時候給子女，他從來不看對方的權勢有多麼滔天或者說對方有多麼錢，他不看這個，他看的是什麼？他看對方的家風是否勤儉，子弟是否知進退就是知曉進退，他只看這個。也正因為他自己有這份就是獨有的別人沒有獨有的這種清醒自知之明，才能夠在這個險惡的就是晚清這個官場當中，然後全身而退。就是一個清醒的人，在巨大的誘惑的面前，他一定是能守住底線的，而且呢，還不會把你的付出當成一個理所應當，就是這樣的。這種基於清醒的認知就是兩個人之間相互的一個體諒，才是婚姻生活中最堅實的一個鎧甲，不透風的一個鎧甲。其實最後我也是有感而發我想给大家討論一個事情這個事情呢，自古以來你看大家都講究門當戶對，但是一直呢卻到現在爭吵到現在，這個話題從未停止過，一直也沒吵出結果來。你說這句話它勢利嗎？那確實勢利，門當戶對，對吧？確實勢利。你說它不對嗎？它也不能完全說不對，它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有無數這種前輩，或者說這種經驗，用血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個它就是維持結盟最牢不可破的一個鐵律，對吧？門當戶對就是這個原則。你看咱們往古代看，你看唐太宗時期我不知道大家讀沒讀過這段歷史皇室握着天下至高權力、至高無上的這種權力，但皇帝呢，非要把自己的公主嫁給當時的這些世家大族，但是遭到对方的集體的嫌棄嫌棄皇家的公主，而且還拒絕了人家這門親事，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皇家的這個血脈就是配不上自家的這個門第就這一件事。其實這段歷史很簡單，但是也赤裸裸的反映了一件現實也和一個真相，就是門當戶對，它不僅僅只是財力和權勢滔天的一個對等，更是他們這幾代人的老前輩沉澱下來的一個眼界，還有手腕和行事的一個邏輯，還有風格等等的這一方面的一個对等。那下嫁就是扶贫，扶貧到最後，对方不僅不感激你，不仅不對你感恩戴德，反而呢，因為自己的自卑对你百般的挑剔，这件事是最難讓人接受的一個事。那你看高攀呢，對吧？高攀就是仰人鼻息高攀者仰人鼻息，你拿你自己僅有的一點點僅有的一個尊嚴去換取一點殘羹冷炙每一步走的你都是如履薄冰，走的都是對吧？不看別人的熱臉貼別人的冷屁股，好像只有雙方都處於同一個階層，有同樣的資源和心智，同屬於一條線的時候同屬於一個水平線，起碼你的上下台階不能超出2層的台階，你們就是才能看懂彼此的一個野心，也能夠穩穩的去接住對方的一個疲憊。其實大多數的人聽到我說這句話的時候，你就會說，婚姻不該像你說的這樣如此的刻薄、冷酸，或者說這種冷冰。那照你這樣說，簡直就是一場無趣味的精密的一個計算。那請大家你仔細的去考慮我說的這件事，它必須是一個計算，它不能不是計算，它就是一個計算。因為只有當你用這個
無情的邏輯去完成這一場冷酷的篩選之後，你才有資格在餘生漫長的岁月裡邊去享受你未來帶給你前所未有的感覺的這個幸福。你看，我們去谈錢，我们去谈这个原生家庭，我们去谈这个認知的邊界，絕對不是因為我們自身的貪婪，一定不是這樣的。人性本貪，不是因為這些事情你才能夠貪婪，而是因為我們想在這個操蛋的世界裡面給我們自己的尊嚴，給我們的孩子，給我們的家人提供一個堅不可摧的一個支撐點。那麼婚姻從來它不是逃避現實的一個避風港，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更不是劫富濟貧的開了一個慈善機構，一定不是這樣，這樣非常的痛苦。它是兩個心智非常成熟的成年人簽了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叫做終身互助的一個契約，這就叫一個協議。那只有你真正看透了這個婚姻的本質你才能夠就是躲開這個感情的一個修羅場和一個角鬥場，然後帶着你自己的親人就是你親人身邊的這些祝福在婚禮裡邊走過了這個婚姻，與另一半才能夠過得自在，並且呢非常通透，婚姻也過得非常的幸福。但是各位有利也有弊，因為我現在就很難受，就是因為當你的維度上升到我之前所說的這個境界之後，你就會發現你很難找對象，你的標準很高，你找不到對象。但是呢，那你的維度可能沒有上升到我所說的這個維度這個境界呢，那你可能就會無情的罵我，真的評論區可能都罵我。但是不管怎麼樣大家可以隨意在評論區說一說你們對於這方面的想法或者看法。評論區的每一個評論我都一定會挨個的看完，我也要解決我的困惑不管怎麼樣，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